欢迎来到明星新闻 MKN Star News 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迪丽热巴新剧低分怎么来的？理性看待豆瓣评分。几天前，迪丽热巴和任嘉伦的新剧《恰似故人归》在豆瓣开出5.8分，在网上引起了一阵有关高了还是低了的讨论。优酷官方亲自下场发微博，用2个 emoji 表情代指开分离谱。转发和评论区迅速分成两派，一派是剧粉，觉得该剧被豆瓣恶意控分，并且号召大家去打分；另一派则觉得5.8高了，玛丽苏古偶还想要多高的分？5.8到底高还是低暂且不论，但此事再次印证了豆瓣评分目前仍然无可撼动的地位。几乎每一部热门剧开分时，这种讨论都要再来一遍，除了讨论分数本身之外，打分人数、开分时间、分数波动等所有相关的指标都会在一段时间内成为舆论场上的热门话题。近2年的豆瓣不太平，先是被罚款，而后又停止了秘密小组的服务，停用了一系列人数众多的娱乐小组。而作为豆瓣的拳头产品，豆瓣评分虽然只是豆瓣诸多功能中的一个，但它背后却蕴含着几乎超越其他所有功能的价值。虽然各视频平台都开始做评分体系了，但豆瓣仍然是大多数习惯根据分数来决定观看与否的用户的首选阵地。也正因如此，豆瓣评分的一丁点儿趋势都会被发现。在今年第1季度上新的剧里，没有一部超过9分，最高的是冬奥题材剧《超越》，也只开出8.2分，打分人数不足3万。相比于去年有《山海情》和《觉醒年代》镇场子的 Q1， 今年到目前为止播出的剧在评分上显得有些不够看了。到底是国产剧越来越差了，还是豆瓣用户越来越严格了？评分跳水的第1季度，豆瓣评分的整体波动一直以来都颇受行业内外的关注。国产剧评分的通货膨胀是上一个时期的热门话题。良心好剧的门槛从前几年的8分逐渐上调到9分，也因此引发了评分含金量下降的讨论。门槛的上调源自8分剧数量的增加以及9分剧的出现。在2019年，国产剧 Top 10的平均分为8.23，排名前3的是我在未来等你8.6，小欢喜8.4和陈情令8.3。2020年，依托于悬疑赛道的异军突起，平均分也来到8.67。大江大河2和沉默的真相晋级9分剧行列，隐秘的角落也拿到8.9分。去年评分 Top 10的平均分稍有回落，但也有8.53，而且9分剧的席位也增加到3席，分别是觉醒年代9.3、山海情和功勋9.2，均为主旋律题材剧集。不过，从今年开始，国产剧的豆瓣评分好像又有点紧缩的趋势了。和去年同期相比，豆瓣评分 Top 9的平均分下滑较为明显，从 7.54 降到了 6.92， 排名第1的超越只有 8.2 分。虽然今年只过去4个月，现在要求一部9分剧的出现有点强人所难，但 Q1 并非没有现象级的大剧出现。上星剧方面，人世间在春节档热播，连续霸榜超过60天，热度和口碑都不输，但豆瓣评分也只有 8.1。网剧方面，被誉为开年第1爆款开端甚至没超过8分。一些被看作是高分赛道的类型，也出现了一些质量和口碑都还不错的剧。被迷雾剧场带火的悬疑赛道，今年出现了叠加双男主 buff 的《猎罪图鉴》，评分刚刚到7。小成本甜宠剧也是高分地带，曾经出现过 7.3 的传闻中的陈芊芊和 7.9 分的御赐小仵作，但一闪一闪亮星星也只拿到 6.7 分。比分数的变化更明显的是评分人数的下降。去年第1季度，6分以上的剧只有2部，打分人数没有超过10万，分别是《荣耀乒乓》和《我的小确幸》，而今年则有足足5部。除了打分人数超过70万的开端之外，其余的都只有10几万人打分。没开分的剧也变多了。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在豆瓣页面展出的已播在播剧共有101部，其中有59部目前显示暂无评分，占比将近60%。而打分人数超过2万的剧只有15部。在新剧评分滑坡的同时，老剧却在缓慢上升中。一大批用户为经典老剧打高分，毛片终结篇的评分从 9.5 一路上升到 9.7， 和《红楼梦》大明王朝1566共同坐在国产剧评分的榜首。《仙剑奇侠传》以每年 0.1 的速度稳步上升，现在已经来到 9.1，《西游记》后传从 6.6 开始涨，已经突破8分大关。另外，和之前几年一样，海外剧也仍然是高分剧集区。今年播出的海外剧 Top 9平均分为 7.9，
比国产剧整整高出1分。前3名分别是《星空下的人》、《少年法庭》和《语义错误》，评分都在 8.5 以上。只根据头3个月的评分情况下，结论可能为时过早，但一个可能的猜测是，国产剧豆瓣评分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上升后，终于要迎来回落了吗？偶然和必然。国产剧的豆瓣评分之所以主流舆论场声量越来越大，是源于豆瓣用户看待国产剧的批判性。只有真正优质的国剧才会在豆瓣获得好评，除此之外，任何因素都阻挡不了低分的诞生。2018年，收视率破2的《娘道》在豆瓣只收获了25分。迪丽热巴获得第12届金鹰奖时，漂亮的李慧珍从 4.6 暴跌到了 3.1。2018年后，随着评分重要性的提升，豆瓣的用户生态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在豆瓣评分人数 Top 20的国产剧中，有1半以上都是2018年以来的剧集。打分的人变多了，平均分也升上来了。当批判性在国剧领域逐渐变得温和时，豆瓣评分的公信力则随之下降。很多人心里的好剧门槛也从8分默默提高到了9分。这种变化有迹可循。早在2010年，豆瓣创始人杨博就做出决定，将豆瓣的社区功能和书影音服务内容进行重组，再拆分成豆瓣读书、豆瓣电影、豆瓣音乐和豆瓣社区。这一决定使得2批完全不同的用户得以在同一个 APP 和谐共存。善用书影音功能的是早期被打上文艺青年标签的豆瓣核心用户。电影 Top 250中以 9.7 分位列第1的《肖申克的救赎》能够获得213万用户打分。而热衷看国产剧、喜欢为国产剧打分的用户，不少是随着娱乐类豆瓣小组的崛起而涌入的。这也是国产剧成为所有评分系统里波动最大领域的原因。相比之下，书影音的评分系统多年以来一直保持稳定，纪录片、动漫等较为圈层化的内容也同过去一样，属于高分内容聚集区。而 Q1 豆瓣评分的回落，或许跟娱乐类豆瓣小组所遭受的风波有一定关系。豆瓣核心用户对国产剧评分带来的影响里，滤镜属于老生常谈的话题。豆瓣的海外滤镜由来已久，开端成功出海，在 Netflix 播出后，就有不少网友表示，如果开端在海外首播，至少有8分。另外，海外剧的打分人数偏少，也是造成其评分普遍高于国产剧的原因。今年 Q1 评分前10的海外剧中，只有《少年法庭》和《社内相亲》的打分人数超过了6万。时代滤镜的威力也开始展现。在国产剧 Top 20的榜单里，最年轻的是2015年播出的《琅琊榜》和《毛片终结篇》，有15部都是2010年以前的作品。新剧在豆瓣的突围开始愈加艰难，毕竟每个类型都有至少1部经典作品坐镇。老剧的回潮也是经典剧集评分上升的原因之一。数据显示，在全网剧集大盘下滑的2022 Q1，老剧有效播放来到了414亿，同比上涨 4.3%， 在整个剧集大盘中的有效播放占比达 54%。对于一部分人来说，给新剧打高分，不如给老剧打个5星，圆一圆自己的情怀梦。此外，粉丝大举入侵豆瓣对国产剧的评分造成的影响，也像是到达了一个高点，开始有反弹的倾向。去年年底，《风起洛阳》播出时遭遇了超前点评事件，大量1星和5星的评分在开播前出现在页面中，再次坐实了豆瓣评分的可控，也将一切有流量明星出现的剧集评分可信度拉到谷底。负责豆瓣渠道维护的小许曾对读某表示，像《风起洛阳》女心理师这种多方势力混战的情况，已经引发了平台的关注。最近这2部新剧太猛了，尤其《风起洛阳》，豆瓣处理掉了账号，现在粉丝大规模上，我猜测豆瓣肯定要严控5星的，权重很低。今年截至目前，还没有一部流量明星参演的剧集在豆瓣获得成功，被粉丝认为分低的恰似故人归，其实已经是当中的领跑者了。正午阳光操刀，张艺兴参演的《相逢时节》拿到 4.8 分，李易峰的仙侠剧境，双城只有 3.9。虽然在上无权威评分体系的国产剧领域，豆瓣评分已经几乎是认知度最高的标准，但归根到底，豆瓣只是一个平台，评分难免受到各种维度的影响，无需过度紧张。即使评分是几万人打出来的客观评价，但看剧的主观感受仍属于你自己。感谢您观看视频，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